我们刚刚节目聊了很多，我相信观众朋友现在有个概念哦，知道说肺跟心之间是互相影响的。燕坤老师今天要教的功法就是同时帮我们顾心又顾肺。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哦，如果你现在不保养，将来老了之后，你的元气弱的时候，疾病就会开始出现了。所以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，同时跟着老师一起练功哦。《黄帝内经》说啊，肺不好的人会先反映在哪里？会反映在我们的肩跟我们的背。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大椎穴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部位。如果你常常觉得肩膀很酸，背好像这个酸永远停不了，对，其实这个跟你的肺脏都是有关系的。然后病在心，这个疏在胸胁，就是胸口会闷或者两侧的这个地方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心经，最后会在我们的这个极泉穴这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，马上跟着老师练功哦，把你的两手握在我们的胸的这个位置，两脚呢稍微有一点半蹲。好，老师，我的腿会酸。赶快练，不要那么多的这个意见，因为这个人老腿先老。我们的腿是有肾经哦，如果你的腿现在都很虚弱，就代表你会提前衰老。把我的两手立掌，撑开来，所以这个时候撑开来要有一点挺胸的状态，挺胸驼背感，然后再收回来，换成左手立掌，收回来，一定要握紧拳头哦。然后右手立掌，收回来，慢慢的起来之后，左手放松，你会感觉到手是带着一点气，有点麻麻的，热热的，然后向上到后方去碰我们的大椎穴，然后再收回来，再握拳，放开手的时候要看一下自己的手，带着气感，将这个气向上引到我们的大椎穴，然后呢，收回来之后，我们用拳头的指关节在我们的胸口做一个轻轻的摩擦。那你们现在会听到，因为我的麦克风在这边，你会听到有刷刷刷刷刷刷的声音。所以你要轻轻的按摩，轻轻的按摩，不要用力哦。你只要稍微把它搓到有一点热热的，3次，2，停，3，然后呢放松，慢慢的沿着任脉向下。到我们的丹田，这个时候再握拳，两手撑开，收回来，左手出去，收回来，右手出去，握拳，收回来，慢慢的起来，左手往前的时候，看着自己的手放松，然后你会有这个气感，对，慢慢把这个气往大椎穴放过去，放过来。这个时候你看哦，我的肩、我的背都动到了，所以我的肺气就得到滋养。那你如果从解剖学来看，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整个胸腔、整个肺都打开来，因为刚才医师说肺是没有弹性的，那你要自己来训练它的弹性。那燕坤老师，我们的肺经在哪里啊？我们的肺经在大拇指，它是从我们的身体一路连接到我们这个大拇指，这是我们肺经。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的动作都是有动很大的动作，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要开我们的肺经。你针灸要找中医师，那你回家怎么做？你就可以透过功法，然后慢慢的这个练习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做几次？做7回合。因为为什么都是7？因为这是大晏宫的基础。大晏宫呢，就是让气血能够畅通，然后搓。伟如不要搓那么快，慢一点，要慢慢的搓，被发现了。然后你会感觉胸口温温热热的，然后将这个气收到丹田来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我在教这个功法，一直在带着笑容？为什么？因为心主喜，带着笑容在练功，对于微循环、心脏的循环非常有帮助。想要养护我们的肺，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肺到底害怕什么，它的弱点是什么。像中医就有所谓的肺6怕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对，肺有6怕，就肺6个禁忌。我们常听到说肺非常的怕燥。我们知道脾胃是喜燥恶湿，脾要燥，可是肺是娇嫩之脏，它不娇嫩之脏，它不能够太燥热，它要闷闷的、热热的会比较好。太干燥的话，口鼻就会过敏。那它也不喜欢寒，不喜欢热。太冷又会感冒，太热的话
话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你又开始便秘，会比较不舒服，然后也不喜欢浊气。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喜怒忧思悲恐惊，有情绪的问题，你知道忧思会伤，忧愁悲伤会伤到肺，所以其实要开心就开心。像燕宽老师的气功法，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就是一个华盖护肺茶。华盖护肺茶它很简单，就是罗汉果、西洋参、苹果半颗，还有红茶跟姜片。主要你看到的为什么是这个配方呢？因为其实肺它不能补，所谓主要补肺的东西像白木耳、燕窝，对，都是杏仁，都属于微凉性的。你绝对没有看到人家说人参、当归啊、麻果、油鸡在太燥的，它是凉性的。所以罗汉果本身苦寒，但是罗汉果的糖非常甜哦，是糖尿病患者是非常可以吃。罗汉果糖是作为生技产品的一种。那苹果跟红茶本身黄酮类就可以抑制发炎。最重要的是西洋参，你要知道说人参1片就够，西洋参要多片，10片以上的话，达到一个宣肺养气、润肺化燥的效果是更好的。那我想问一下周医师，这道我觉得加上罗汉果应该是好喝的，对不对？非常好喝，甚至有些便秘患者他还可以去排便比较舒畅。记得我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，你的肺气，不要的废物之气从大肠排掉之后，你的肺就宣肺养肺，达到开心的效果了。不过我们讲一下，好像何医师最近天气真的开始变冷，是不是各种的一些流感啊、感冒的病毒发生率其实是会上升的？是的，就是之前日本就是流感特别的盛行对，其实就是宣传一下，就比如说你有气喘、慢性肺阻塞的这样的病人，其实该打的疫苗还是要打。哇，我们今天聊了很多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告诉大家，第一个就是其实肺跟心是互相影响的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季节，我们刚刚聊咯，比如说天气比较寒冷，天气比较干燥，而且这个时候呢，你可能正在赶一些报告，心情比较不好。如果你这3个都中了，同时你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，或者是你有些空污的污染风险，就要特别小心。希望这一集可以教大家很多的方式，帮你同时顾心又顾肺哦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欢迎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另外很重要哦，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，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。